性能力强的男性有什么特征？能不能一眼识别出来？医生来告诉你。宋叔今年快54了，最近总觉得那方面有些力不从心。他一向自信满满，平时也不忌口，朋友聚会时烟酒不断。可最近一段时间，他发现自己似乎有点跟不上节奏，这让他心里着急。为了不丢面子，他偷偷上网查了一些资料，看到很多说法，宋叔越看越迷茫。难道真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，身材也没年轻人好了，所以才不行了？他忍不住跑去医院找医生咨询。医生听完他的描述后，笑着说，其实这些传言都是误区，性能力可不是光看外表就能判断的。到底该怎么看一个男人性能力强不强呢？是不是有些信号能一眼看出来呢？一、性能力的背后是什么？性能力这个话题可以说是几乎所有男性都关心的事了，甚至不少人会把它看作是面子工程。可你知道吗？这些看似流行的标准，其实和性能力没多大关系。首先来说说丁丁的长度吧。有人认为尺寸大等于性能力强，但事实上，科学研究早就指出，丁丁的大小和性能力完全不挂钩。性能力强弱真不是光看外在尺寸的事，性能力更多取决于男性的整体健康状况，包括生殖系统功能、激素水平、心理状态等。说到身体素质，咱们不得不提腰。你或许没想到，腰好不好和性能力关系还挺大。原因很简单，腰部的力量对性生活的持久度、稳定性有直接影响。所以，拥有紧实臀部和强壮腰部的男性，往往在那方面表现得更好。但反过来，那些长期久坐、腰围过粗、体脂高的男性，往往性能力就会受到影响。想要在床上表现更好，不如先从减重、锻炼腰腹肌群入手，效果绝对比迷信某些壮阳药靠谱多了。再聊一个有意思的误区，就是鼻子大丁丁也大的说法。鼻子大小和性能力之间没有直接关系，这种传言基本可以当作坊间笑话。倒是有研究表明，男性的体质水平、运动能力、健康饮食等和性能力息息相关。总的来说，性能力的强弱根本不是靠外在某个部位或简单的尺寸能判断的。男人们与其纠结自己是否符合某些标准，不如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。二、性能力强不强的几个信号。说到性能力，很多男性都关心，但想判断自己是不是行，除了靠自信，身体上还真有一些信号可以看出来。第一个可以看的地方就是精液的质量。正常情况下，健康男性的精液应该是灰白色或乳白色的，如果精液偏黄色，可能是因为长时间没有性生活，通常这种情况也不需要太担心。等过一段时间，颜色会恢复正常。如果精液持续呈现黄色，甚至带绿，那就要小心了。这可能是炎症，比如前列腺炎或者精囊炎，需要及时去医院检查。精液的粘度也是性能力的一个指标，健康的精液粘稠度应该适中。用玻璃棒提拉时，能拉出大约3到5厘米的粘液丝。如果精液像水一样稀薄，就可能会影响到生育能力。再看看身体的体态状况，很多人以为性能力强弱跟丁丁的大小有关系，但其实和身体整体健康状况关系更大。如果男性腰围太大，特别是那些腹部脂肪堆积比较严重的人，他们的性能力往往会受到影响。还有一个身体信号是看臀部，臀部肌肉发达的男性在性生活中的表现往往更好，因为臀部肌肉和腰部力量密切相关，腰好，性能力才好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男人要练腰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所以别再纠结丁丁大小了，先练练腰吧。过胖的体型也是影响性能力的一大原因，特别是那些基础代谢率低、胆固醇高的男性，往往会伴随心血管问题，而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血液流向丁丁的能力。除了体型和精液情况，生活习惯也是性能力的反应。比如吸烟、喝酒这类坏习惯，往往会加速性能力的下降。所以，想要性能力强，戒烟限酒是第一步。整体来看，性能力强不强，不是靠看脸、看丁丁的。真正的信号是来自你身体的健康状况、精液的质量、腰围、臀部肌肉、体型，还有生活习惯。所以，想提升性能力，平时多留意这些身体信号，别等出问题了才去管它。三、如何提升性能力？
要想提升性能力，最有效的一招就是运动。要是你觉得每天坐着不动，还能指望自己在床上表现得特别强劲，那真有点天方夜谭了。运动可以说是男性提升性能力的天然药方，尤其是一些针对性强的运动。仅如此，运动还能促进体内睾丸酮的分泌，这可是决定性能力的关键激素。尤其是那些练力量的动作，比如深蹲、硬拉等，这些动作不仅能增强你的腰腹力量，还能让臀部更紧实，腰好自然那方面也好。第二招就是调整饮食。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，这句话用在性能力上也有点道理。很多男性的问题其实来自于营养不均衡，或者吃了太多高脂肪、高胆固醇的食物，所以平时要多吃一些富含锌、硒的食物，这些元素对精子的质量和生殖系统的健康有直接影响。合理饮食不光对性能力有帮助，对整体健康的改善也是显而易见的。第三招是保持规律的作息。很多人觉得性能力和睡觉没关系，但其实睡眠质量不好会直接影响到睾丸酮的分泌。所以想要提升性能力，别再熬夜打游戏或刷手机了，早睡早起才能保持身体的最佳状态。第四招就是控制好压力。现代生活节奏快，很多人都处于长期的焦虑和紧张中。当你压力过大时，身体会分泌一种叫做皮质醇的激素，这种激素的增加会抑制睾丸酮的分泌，进而影响到性欲和勃起功能。最后一个小贴士是避免过度依赖药物。如果你的性能力下降是因为健康问题或者生活习惯不佳，光靠吃药是远远不够的，反而可能让你产生心理依赖，形成恶性循环。说到底，提升性能力并不是什么高深的事，关键是回归健康的生活方式。只要你开始重视这些平时的小细节，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，想要在床上更强劲绝对不是难事。4. 性能力下降怎么办？很多男人发现自己那方面不如以前，总觉得尴尬，甚至有点害怕。性能力下降是挺让人抓狂的事，但千万别慌，因为很多时候这个问题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严重。医生通常会先让你从生活方式上做调整，大多数情况下，性能力的下降是因为健康状态出了问题，特别是血管、心脏这些与勃起息息相关的系统。如果你有高血压、高胆固醇或者糖尿病等问题，这些病很可能会造成你的性能力下降。除了血管问题，肥胖也是影响性能力的一大杀手。很多中年男性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发现自己越来越不行。医生通常会建议你增加有氧运动，比如慢跑、游泳或者做一些力量训练，尤其是针对腰腹部的锻炼，这些对性能力的恢复大有好处。要是压力大，性能力也会跟着下降，长时间处于焦虑状态，都会让你的身体进入应激状态，导致性欲减退。医生可能会建议你进行一些放松练习，比如瑜伽、冥想，或者定期做一些能让你放松的活动。除了生活方式上的调整，医生还可能会开一些药物来帮助改善勃起问题。最常见的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伟哥类药物。但要注意的是，伟哥并不能提升性欲，如果问题出在心理或者身体健康上，光靠吃药是治标不治本的。如果长期勃起功能障碍，医生还会建议你做进一步的检查。如果检测出激素水平不足，医生可能会建议进行激素补充疗法，帮助你恢复正常的性能力。另外，别忽视心理因素，有些人是因为心理压力或者对自己的表现过于焦虑，结果越担心越不行。医生可能会推荐你做一些心理咨询或者性治疗，帮助你重新建立自信，改善性能力。总体来说，性能力下降并不是什么不可逆的事情，很多时候通过改善生活方式，控制疾病和减轻压力都可以慢慢恢复。如果你发现自己那方面有问题，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去看医生，及时找到问题所在，才能早日恢复。结语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性能力一直是男性朋友们十分关心的话题。遇到问题时，及时就医是最重要的步骤。所以，与其纠结行不行，不如从生活方式上做出积极改变，让自己变得更强健、更自信。